在你们面前的这台游戏机是全网最贵的游戏掌机，可它却是最垃圾、最能骗小孩的。哟，我是燕仔啊。那么我曾经在6月份就发过了一期最还原洛克王国的游戏掌机。那一台掌机虽然做的并没有那么完美，但确实是洛克王国这么多掌机里面最便宜、最有意思的。可今天咱们要介绍的这个洛克王国激斗球，它的价格就是前面那台的好几倍了。虽然论还原度确实是比不上上面那一台，但这款激斗球却是在国产掌机这个圈子里特别火的，一台的价格已经是来到了好几百了，而且市面上能见到的基本上都是1代或者2代，可我这台是最稀有的第3代。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哈库拉马他提供的游戏机啊，多亏这位好兄弟，我才能把这段尘封的历史给重新翻出来。首先呢，大家看到这台游戏机的外形，应该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前段时间测评的那款宝可梦游戏机吧？但说实话，这台掌机做成这个形状完全是多余的，因为宝可梦游戏机之所以做成精灵球的形状，是因为人家的主要玩法是抓精灵啊，而且精灵球的盖子是真的有用处的。可这款游戏机做成这个形状，并没有任何的用处，仅仅是为了好看而已。不过这种类型的咕噜球我好像真的没有印象啊。其实我本来是想入手那款最经典的天蓝色，但我发现啊，人家压根就没做出来。不是，咱们不是正版授权吗？怎么连造型都要魔改啊？不至于吧？首先也是选择人物啊，男生的样子是小洛克的形象，那女生的样子你们能猜到是什么呢？我敢肯定你们绝对猜不到。这里我给你们3秒钟时间猜一下，好吧？3、2、1，女生的形象竟然就是把小洛克给变成粉色，我真的会谢 bro。选完人物之后就是取名字了。再说一次实话吧，我觉得一款游戏机能够取名字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，但这款激斗球它竟然不能自己取名字，就只能随机命名，而且这些名字它真的有版权吗？取完名字之后就是选取精灵了，你们可以猜猜这一次的御三家是哪几位？如果这一次你们能猜对的话，我愿称你们为爹。好了，不用猜了，御三家是随机的。是的，没错，根本没有选择。他给的那3个精灵球根本就是在放屁，因为你选哪个都是随机的。要不咱们叫随机挑战吧。然后游戏模式是采用副本制的，并没有野战这一说法。野战？是这么叫吧，反正想要刷怪就只能去刷副本，进副本前是需要携带3只精灵的，而且进入副本之后你也啥都干不了，角色会自动往前走，遇到怪了也就只能打，而且你敢想，副本的长度特别的长，是那种打了1次就不想打第2次的那种长。这里就会有人说了，起码还有的刷怪啊，他应该也有捕抓吧？你们还是想太多了，这些东西通通没有，因为战斗方式竟然是全自动的，精灵倒了就自动换下一只，你唯一可以操作的就是等下面那个 SP 满了之后来一波超简单的 QTE。冤嘴啊，那要怎么才能获得新精灵呢？咱们都看了那么多期国产 IP 的掌机了，还没点数吗？是的，没错，和你们猜的一样，也是刷卡，而且你们也完全能感受到，其实这个精灵球和咱们以前玩过的赛尔号是妥妥的一模一样。不过这里给你们一个新的知识点，赛尔号掌机的厂商是梦龙，但是这个激斗球的厂商是梦龙的商业竞争对手百亿，所以这明明是竞争对手的掌机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共用同一个玩法模板的？难道还是个阴谋论不成？当然啦，这部游戏机我特地拿出来讲，肯定是不会一无是处的。这部游戏机竟然有家园系统耶，如果可以放个看门的精灵就真的是灵魂了。其实这台游戏机相比于真的拿来玩，更多的还是收藏的意义比较大吧，毕竟是洛克王国这个 IP 的游戏机嘛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不妨点个赞哦，关注我这个频道就再好不过了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，拜了拜。